艾伦·杜勒斯，美国情报界的传奇人物，策划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活动，像什么插手印尼政局啊，把苏加诺搞下台，还有我们这期视频要说的猪湾事件。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古巴和美国隔海相望，是近在咫尺的邻居，两国最短距离只有90海里。在古巴革命成功后，把在古巴的美国企业资产全部收归国有。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进行土改，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的家族。对自己都这么狠，更何况是美国。美国刚开始只是认为古巴只是又进行了一次普通的政变罢了。在自己利益受损时，他感觉到古巴这个小地方是要造反呢。我们的后院岂能让人插红旗？在1960年，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的负责人比斯尔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全部都是曾经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的人。在经过多日的统筹协商后，比斯尔递上了一份秘密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召集流亡在外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组建一个反对政府，然后由中情局帮助发动政变。第二步，中情局成立一个专门针对古巴的行动小组，就盯着卡斯特罗，看看他到底能有多硬。第三步，在流亡的古巴人中建立起一支军队，将卡斯特罗彻底消灭。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情局的计划，并且要求从速从快，召集流亡在外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训练成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在卡斯特罗掌握政权后，前古巴政府还有一些从事赌博、走私、毒品和以前的地主们，不少都跑到了美国，包括卡斯特罗的妹妹。卡斯特罗对自己家族革命得罪了整个家族，除了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所以流亡团体真的很容易找，只要美国给些帮助，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干废卡斯特罗。在金钱和承诺的双重诱惑下，大批反对卡斯特罗的亡命之徒如潮水般涌向迈阿密。这些人希望通过美国人赶走卡斯特罗，让他们回到故土，继续干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情局将这些召集起来后，送到了一个名为朱营的军事基地训练。当时的中情局信心十足啊，向总统报告是夸大其词，说中情局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人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甚至可以刺杀卡斯特罗本人，而军方不需要提供任何帮助。不知道他日后知道中情局刺杀卡斯特罗上百次都没有成功会怎么想了。也不用等到这个时候了，这次召集的这些古巴狂热分子在被派到古巴后，马上就被卡斯特罗送进了监狱。中情局考虑到是有些操之过急了，需要扩大队伍的规模，培养精英。不过这些需要大量的金钱，尽管当时的中情局财政紧张，艾森豪威尔还是大手一挥，给了比斯尔1300万美金。收到钱的中情局马上行动，组织了一支500多人的古巴旅，将他们送到了危地马拉的加勒比海沿岸。那里的地形和古巴的海岸形势有利于他们日后登陆作战，同时那里人迹罕至，十分隐蔽，不会轻易的发现。除了抓紧训练古巴旅外，中情局还请总统下令，让美国海岸自卫队出动 U-2 侦察机到古巴上空侦察，以方便制定行动计划。中情局的计划是很全面立体的，计划先由美国海军发动进攻，摧毁古巴海岸上的防御工事，为古巴扫清障碍。在古巴旅在登陆之后原地坚守等待命令，美军再出动 B-26 轰炸机对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空袭。在海岸坚守的古巴旅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入哈瓦那，控制古巴电台，对古巴军队进行宣传，让他们丧失战斗意识，最终投降。中情局对这个行动计划信心十足，又开始给自己洗脑了。1960年9月28号，计划开始实施。中情局派出了一架 DC-4 飞机从危地马拉起飞，满载大量重武器飞往古巴。本来是给古巴旅的，因为遭受到古巴高射炮部队的拦截，飞机上的特工匆忙把武器投放了下去，结果全落到了古巴军队的防区。后来又经过多次投放，成功率只有1/10。中情局此时才发现，他们对古巴军队和防空力量是一无所知。1961年，肯尼迪赢得大选，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他对中情局的计划很不满，要求他马上拿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登陆计划。中情局新的计划选择了一个叫做猪湾的地方登陆。他对总统说，猪湾3面都是广阔的海滩，在不远处还有一个机场，就算行动受阻，也可以进入山区和卡斯特罗打游击。和卡斯特罗打游击多少是有点儿。
比斯尔不知道的是，他当时指定计划的地图是1885年的古巴地图，那里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情局此前的战绩告诉肯尼迪，放心交给他们就对了。在行动之前，美国开始制造舆论，说卡斯特罗怎么可恶的，美国将坚决给予古巴的民主权利全面和积极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报纸说卡斯特罗的。这种铺天盖地的报道让卡斯特罗起了警觉。1961年4月10号，猪湾登陆计划开始实施，古巴旅从危地马拉从海路向猪湾进发。15号，登陆战正式打响，1511人组成的古巴旅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向猪湾进发。美国空军在此时出动轰炸机，轰炸了古巴3座机场，摧毁了多架战斗机。中情局当时十分自信地估计，古巴空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在17号晚上，中情局的蛙人登上预定地点之一的吉隆海滩，准备为古巴旅标明登陆点。在和古巴民兵激战一番后，完成了任务。天亮后，古巴旅在预定的长滩和吉隆滩登陆，在美军飞机的掩护下，行动一切顺利。这个时候，卡斯特罗命令空军部队突袭猪湾，把美国飞机打下来。美军派去掩护的飞机都是2战时候的了。古巴则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式战斗机，比如 T-33喷气式飞机。没有了空军的支持，剩下的古巴旅就是砧板上的一块肉。卡斯特罗亲自上阵指挥，古巴旅在古巴军队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在前线的比斯尔看着战况，心里五味杂陈。有些中情局官员还想着把古巴旅捞回来。后边派去支援古巴的物资被古巴轰炸机击沉。这名轰炸机飞行员是美国训练出来的，名叫恩里克·卡列拉斯，现在同是卡斯特罗空军中的王牌。在经过3天鏖战后，古巴旅上千人成为了俘虏，后来被公开审判，还进行了直播。后来用这些人和美国换了很多东西。美国方面作为中情局局长的杜勒斯被肯尼迪当作替罪羊扔了出去，其他有关猪湾事件的人员也受到了处分。其实美国的这次行动从开始就有很多的漏洞，他们的保密意识十分的低。中情局特工曾经在酒馆大声讨论这件事儿，在行动前拿着过时的地图给总统讲计划。他们所有知道古巴的情报都是古巴流亡分子说的，这些人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就只想让美国帮助他们重返古巴。在行动时提前告诉了媒体他们这次行动，而在前线的人员因为频道不同，没有收到广播的消息，还傻乎乎地向猪湾继续进发。不过也有支持中情局的人认为是肯尼迪拖了他们的后腿，没有在古巴旅失败后派出海军陆战队继续行动。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视频